我刷到了某博主的街头采访，你想对5年前的自己说什么？视频里，江晚清牵着她的小男友，声音娇羞，语气温柔，希望5年前的江晚清能早点遇到许佳年。旁边的男生一脸微笑，应声附和。我也是。网友们直呼好磕，纷纷送上祝福。没人知道，5年前是我和江晚清结婚的日子，就连他自己也忘记了。直到1星期后，该博主发出了另外一条接彩视频，画面里我直视镜头，认真说道：“如果可以，萧何，别娶江晚清了，你会后悔的。”这一次，江晚清刷到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答应离婚那天是一个很平常的午后，我拨通了江晚清的电话，但接的人是许佳年。喂，我找江晚清，她在洗澡，有什么事？你跟我说就好。她的声音是一如既往的坦荡无畏，隐隐还带了点宣示主权和炫耀的味道。换成以前，我肯定会大吼大叫，歇斯底里的喝声让许佳年滚，我要见江晚清。但如今我很清楚，只有许佳年能找到江晚清，我不能让他像以前一样挂断电话，独留我像个疯子一样。之前他不是说离婚吗？我答应了。我平静地转达了自己要说的话。电话那头，许佳年沉默1秒，不相信地重复反问：“你答应离婚了？”话音刚落下，一阵悉索的声音传来，手机应该被江晚清拿到了。我耳边很快响起他好听却又淡漠的声音：“是我。”我知道。听到他的声音，我有些恍惚。毕竟自从半年前他搬出别墅和许佳年在一起后，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了。他当时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：“萧何，我们离婚。要是你不同意，我会和你分居，然后提起诉讼。”如今半年过去，我妥协了。听佳年说，你要跟我离婚？见我没声音，江晚清先问了一句。他说这话应该是皱着眉的，语气还带着一丝不解疑惑。我都不明白他的疑惑从哪里来。离婚不是他说的吗？但现在我也不想和江晚清纠结这个谁提出来的问题。我嗯了一声，告诉他有空的话见一面，签一下离婚协议吧。说完，我挂断了电话。这是发现江晚清出轨以来，我第一次先挂电话。以前是我对他电话和信息轰炸，我用过最恶毒的语言诅咒他，也用过最难过的声音哭求他，但每次江晚清都会不耐烦地说：“你能不能别像个疯子一样，情绪稳定了再对我说话？”然后他毫不留情地结束通话，任凭我再怎么打电话和发消息，他都置之不理。我也想，可我一想到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会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收场，我便控制不住。我想质问江晚清为什么要背叛我，我也想求江晚清请他回头，我会原谅他。但怨来怨去，等来等去，江晚清还是那样，而我逐渐变得患得患失，真正如他说的那样，像个疯子，更像个怨妇。我就这样浑浑噩噩的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沉浸在这段让自己备受折磨的感情里。直到3天前，我刷到了一个名叫时光胶囊的博主的街头采访视频。他采访的问题是：你想对5年前的自己说什么？有人说好好读书，有人说希望能多陪陪家人，有人说7年后的自己很棒很优秀，没有辜负自己的期望。在这一系列的回答里，我看见了江晚清和她的男朋友许佳年，这让我相信这不是剧本。毕竟按照江晚清如今的身份，即便是最一线的记者见她也得先预约，而这位博主真就像随机抓路人采访一样，采访到了江晚清。画面一开始，江晚清有些不喜这样的采访，是她身边的许佳年一脸惊喜和兴趣满满。挺有意思的，青青，我们玩玩吗？他搂着江晚清的肩膀，劝说道。江晚清神情无奈，纵容答应。博主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的身份和目的，然后问出了那个统一的问题。许佳年陷入思索，一旁的江晚清见他为难，替他先回答。如果可以，希望5年前的江晚清可以先遇到许佳年。说这话时，他目光坚定，用力地牵紧他的手。
声音虽清冷，却不难听出他对许嘉年的满腔爱意。旁边的许嘉年惊讶地看他一眼，然后笑着附和：“我也是。”这条视频我刷到的时候，已经几万点赞了。底下有很多网友直呼：“我靠，这对颜值好高啊！磕到了，妈呀，还是纯爱组，太好了，我们有救了，好甜蜜啊！你们一定要幸福，祝99。”我看着视频发愣，江晚清就这么喜欢许嘉年吗？他是不是忘记了5年前我们刚结婚，那时是我们感情最好的时候，即便穷困，却也感到无比幸福。而如今他在视频里说，希望5年前的自己先遇到许嘉年。我以为自己会像往常一样气愤，怒不可遏，然后冲起来拿手机给江晚清打电话，轰炸质问。如果打不通，我就会将别墅里的东西砸个稀巴烂，然后吼叫发泄。但神奇的是，这一次我只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，那些本该让我刺眼和激起我情绪的评论，也只是像一串代码从我眼前划过。随后，我的脑海中像是有什么东西被抽出散开。我惊讶地发现，我竟然对江晚清的这种行为无感了。执着是一瞬间的事，想通也是一瞬间的事，因此，这才有了我前面的那个电话。江晚清发了消息给我，在一片通红的感叹号绿色信息框前，那条白框黑字的信息显得格外明显。看来江晚清把我从黑名单拉出来了。我自嘲地想，江晚清让我明天周一去他的公司，他会让律师拟好协议条款，双方沟通没问题之后，就可以签字等待离婚冷静期过去。好，周一，我按约定来到了江晚清的公司。因为没有预约，前台打了电话请示，对一位姓肖的先生。挂断电话后，前台让我上总裁办公室的楼，会有秘书接待我。我说了声谢谢，径直到了江晚清的楼层。接待我的是个陌生的小姑娘，我不认识，毕竟自从和江晚清分居，我也已经半年没有来这里了，估计是新来的员工。肖先生，请你先在这里等待，周总在开会。小姑娘也不认识我，她唤我肖先生，把我引到了一旁的接待室。以前来，我都是直接去江晚清办公室等待，她开会一开就是1小时起步。我不爱等人，江晚清知道，怕我无聊，会在自己的办公室放很多的书籍和碟片，可以看看书和电影，要是累了，去休息室等我。那时她这样温柔地叮嘱我。后面我最后一次来，江晚清办公室里属于我的东西已经全部被替换走，能够随意进入他私人休息室的，也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如今我要见他，也只能在普通的待客室。不过，我现在实在没心情和精力再因为这点小事吵闹，于是安静地等着。左右时间足够，只是没想到的是，我这次等了2个小时，还是没人来通知我见江晚清。不好意思，你们江总会议结束了吗？我没忍住，直接去问了刚刚带我来接待室的小姑娘。小姑娘遮遮掩掩，江总还在开会。我皱眉，正要说话，忽然耳边传来了说说笑笑的声音。那中午我们一起去吃那家餐厅。好，这2道声音不可谓不熟悉，毕竟昨天晚上我还在电话里听见过。只见许嘉年抱着文件夹，亦步亦趋地跟在江晚清的身边。帅气英俊的少年，青春洋溢，张扬热情。他身边的江晚清微笑弯唇，听他说话。2个人的身子挨得很近，也不知道许嘉年又说了些什么。江晚清嘴角的笑意更深了些。唉，小姑娘见我直接朝江晚清走去，没来得及制止住。江晚清听见我的声音，2人齐刷刷转头看来，我很明显看见江晚清脸上一闪而过的诧异和惊讶。我问江晚清的会开完了吗？开完了，就该谈到我们的事了。我10点来的，已经等了你2个小时了。谁告诉你我在开会？意外的是，江晚清皱眉反问道。我一愣，下意识看向他。江晚清眼底的疑惑不像作假，我和他几乎同一时间反应过来。我没说话。江晚清的目光已经凝重严肃地扫过整个办公室，办公室众人低头不敢言。带我来的那个小姑娘更是瑟缩了一下，低下了头。
不过他低头之前，飞快地扫了一眼许嘉年。也是，整个办公室能这样狐假虎威的，除了许嘉年，还能有谁？是我忘记了告诉大家，会议取消了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，江总。许嘉年一脸无辜的抬眼看江晚清，对他，江晚清向来是纵容的，于是这一次他也一句话没说。进来吧。他看向我，将此事一笔带过。我经过许嘉年身边，看见他眼底扬起的骄傲和挑衅。坐。进入办公室，江晚清像是招呼客人一般。我看向沙发，那里堆了好几个昂贵的游戏手柄，曾经放书籍的柜子上摆放的是游戏碟片。私人休息室的门没有关好，透过缝隙，我们看见露出的床尾随意摆放的衣物。江晚清看向我，眼神意味不明。我自觉不妥，收回目光。协议呢？江晚清将办公桌上的离婚协议递给我，在我查看的功夫，他的视线一直落在我身上。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该给你的不会少。车子、房子你可以随便选，如果你还有其他要求，可以提出来。这算是补偿吗？我脑海里只掠过这一句话，但它压根没影响到我浏览的速度。协议里，江晚清给我的，我几辈子也挥霍不完。他向来大方，也不会在这些事情上抠搜。不用了，就这些吧。还有就是我现在住的别墅，分给我就好。我说道，利落的拿笔签字，然后递给江晚清。江晚清似乎还有话要对我说，因为我看见他的嘴张开，又因为我的动作合上了。江晚清看着我递过来的动作，似乎有点不敢相信，整个过程5分钟都没有就结束了。我起身，离婚冷静期1个月，1个月后我再联系你。说完，我转身欲走。萧何，还有事？你没有没的话要对我说吗？江晚清眉头轻皱，眼底似有不解，连带着语气都是不相信的试探。我疑惑地看向他，见他是真心提问，想了想，于是也认真反问：都这个时候了，你不会还想我祝你和许嘉年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吧？我虽然放下了，但也没大方到这种地步。面前的人哑口无言。江晚清看向我的目光盈盈似水，却情绪不明。在我搭上门把手时，身后再次传来他的声音：萧何，说到底，是我对不住你。你妈妈的医药费，我会一直负责到底的。提起我妈，我深刑一顿。要说有谁最不愿我和江晚清离婚的，那一定是我妈了。我和江晚清17岁时一起打拼，最苦的那些日子，2个人分吃1盒盒饭。我把肉全部挑出来给江晚清。大冬天，我骑摩托车载客攒钱，给江晚清买了一个戒指。江晚清很感动，她抱着我流着眼泪：谢谢你，萧何，以后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。我们曾经一起蜗居在只有几平米的地下室，冬天没有暖气，只能靠相互抱紧取暖。等到夏天，因为太热，江晚清拉着我去睡公园。这一切，我妈都看在眼里。她心疼我，把自己的全部家当卖了给江晚清创业。江晚清赚到自己的第1桶金时，她买下了市中心的大平层，房子里24小时恒温。她当着我妈的面发誓会一辈子对我好。我妈感动得热泪盈眶，只说了一句：你们以后一定要好好的。我曾经也满怀希望，觉得日子有盼头，但不过短短2、3年，一切都面目全非。江晚清出轨，我妈得了癌症，每年的治疗花费上几10万，要不是江晚清支撑着，只怕我早已失去了她。只是现在，不用麻烦你了，谢谢。我礼貌生疏地结束这场会面，开门离开。走出江晚清公司大楼时，身后传来许嘉年的声音：萧何。他几步走到了我的面前，矫揉造作地摆弄了一下自己身上昂贵的西装。我看出来是江晚清给他买的，因为那个牌子他曾经也买过给我。谢谢你成全我们，放过青青。我看清他脸上和眼睛里洋溢的骄傲自满，像是打了胜仗的将军在炫耀。不用客气，希望你别像我一样就好。我轻笑，算是过来人的一点警告。许嘉年脸上的笑容轻轻一变，但很快恢复原样。我怎么会像你一样？青青对我的感情如何？
你不是早就见识到了吗？他提醒道。他说的是好久之前的事情了。那时候，江晚清带着许嘉年去参加了闺蜜们的聚会。在聚会上，江晚清的闺蜜无意间说起了我和江晚清的事。其中一人爆料，有一次青青跑业务很晚才回来，萧何睡在外面花坛边上等青青，居然被一个流浪汉猥亵了。当时许嘉年搂着江晚清，闻言眉头皱起，嫌弃的咦了一声：“那不是很脏？”也不知道他说的是我睡花园这件事，还是说我被流浪汉猥亵这件事。反正包厢里顿时响起此起彼伏的哄笑声。当时我就站在门外，本来打算来个捉奸成双的，不期然听到这一番话，整个人犹如寒冰坠地狱，又冷又热，备受煎熬。而更让我动弹不得的是彼时江晚清的态度。她坐在沙发上，虚虚的靠在许嘉年怀里，在众人肆意嘲讽的说笑声中含笑不语，神情轻慢，仿佛他们取笑的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，而不是他曾经也拿真心守护过的我。而在最后的游戏环节，江晚清享受的咽下许嘉年用嘴递过来的酒，在他的命令下说出了萧何脏的字眼。这应该算得上是许嘉年挑衅我的战绩之一，看得出来他为此十分满意，脸上的笑容也越发深刻。我看着他，也不忘提醒道：“那你是不是忘了我那天是怎么做的？要是你想不起来，我不介意帮你再经历一遍。”许嘉年脸色瞬间一变，我一看就知道他还没忘。那天晚上，我怒不可遏地冲进了包厢，将许嘉年从江晚清的身边拉拽出来。在众人都没有反应过来的功夫，我用力揍了许嘉年2拳，并且捏着他的脖子，将他整个人压在了放酒的茶几上。笑你妈！很好笑是吗？那你知道那个流浪汉后来怎么样了吗？我怒火上头，砸碎了一个酒瓶，在碎裂声中，许嘉年大声的尖叫起来。我用锐利的那头悬在他的脸颊上方，任由他在我的手下瑟瑟发抖，颤抖恐惧。像今天这样，我把他捅废了。萧何，萧何！包厢里众人大气不敢喘。到最后是江晚清喝止，他猛地推开我，将我甩到了一旁。许嘉年脸色惨白的缩在他身后，像个弱鸡小白脸。青青，你看他。江晚清眼底怒火酝酿，他举起手，猛地一巴掌扇在了我脸上。就在他要扇第2巴掌的时候，却在触及到我猩红愤恨的目光时骤然停住。萧何，他眼底似乎浮现了一抹心疼。江晚清，你不敢打是吗？我敢。在江晚清正愣的瞬间，我径直扬手，一耳光甩在了他的脸上，那近乎用了我全部的力气。因为打完后，我的手再控制不住的晃动颤抖。那是我和江晚清决裂的开始。自那天后，江晚清向我提出了离婚，并且搬离了我们曾经的家，和许嘉年同居去了。许嘉年不敢惹我，毕竟我疯起来是真的癫。他愤愤不平地剜了我一眼，看青青和你离婚了，你还敢不敢这么嚣张？我对了他一句，这就不劳你操心了，而后转身离去。回到家后，我开始收拾东西。这房子虽然我要了，但我也没打算久住。回想我和江晚清相互折磨的这几年，我沉浸其中。如今看见这房子的一切，只会让我觉得更加面目全非。我以最快的速度将房子挂牌卖出，并开始购买机票。毕竟江晚清给了我这么多钱，我也该好好花才是。我决定先出去散散心，到时候领离婚证了再回来。离开的前一天，我收到了一条新的消息。肖先生你好，我是博主时光胶囊，你的接彩视频将会在周日晚上7点发布，我再最后确认一遍，请问你真的不会介意吗？看见这条消息，我并不意外。说起来你们可能不信，在我刷到江晚清和许嘉年视频的第2天，我漫无目的的在街上闲逛，没想到竟然也被当作路人遇到了一次街头采访。同一个博主，同一个采访问题，当时我便觉得无比可笑，但也神奇缘分竟然这么妙不可言。我没有拒绝采访，甚至在说出自己答案的同时，忍不住猜想，要是江晚清刷到了我这条视频，他会是什么样的心情？不会，您随意。
我回复道。与此同时，收拾好了自己的最后一件东西，潇洒离开。江晚清和萧何分居半年，江晚清第一次接到他的电话，他以为对方又要无理取闹的来骚扰咒骂他，可没想到的是，萧何一改往日的蛮横撒泼，语气格外平静。江晚清，我同意离婚了。他告诉自己。江晚清下意识的皱眉，第一反应便是什么离婚？见他没有反应过来，一旁的许嘉年小声提醒。江晚清这才想起半年前他搬出去时对萧何说的话：“你确定？有空的话见一面，签一下离婚协议吧。”萧何说完就挂断了电话。他心底的疑虑更深，但还没来得及想到答案，许嘉年就伸手搂住了他的腰。刚刚你老公说他答应离婚了，是真的吗？太好了，这下就没人纠缠你了。许嘉年比他更高兴，激动地往他身上亲着。要换成以前，年轻热情的许嘉年早就引起了他的火，可如今江晚清却高兴不起来。他根本没想和萧何离婚，当初那是吓唬他的，怎么萧何突然松口了？江晚清百思不得其解，但很快想到，这该不会又是萧何耍的阴谋诡计吧？他这个人就是这样，为了骗他回去，各种话都说得出来。有一次，他甚至还收到了萧何说他妈妈病重的消息，他没理会，毕竟撒谎说狼来了的小孩不会再第三次欺骗到村民了。江晚清打定了主意，认为萧何在欺骗自己，但又想想自己已经半年没见萧何了，正好，既然萧何都打电话了，他就借此去看看他吧。江晚清让律师拟好了离婚协议，并且发消息给萧何，让他周一来公司签字。期间有件小事，江晚清要发消息的时候，他才发现自己把萧何拉黑了。他和萧何的聊天记录还停留在几个月前。萧何那时候因为撞破了他和许嘉年的事，其实他都已经不记得是什么事了。反正萧何就跟发癫一样，在家大吵大闹，他实在受不了，这才搬出了家。但萧何没有善罢甘休，还日日发信息和小作文骚扰质问他，跟个癫公一样。有一次，萧何又发消息了，但话说一半，江晚清就嫌烦给他拉黑了。把萧何放出来后，江晚清还真担心萧何又会和之前一样，但这次他竟然只说了个好。奇怪，难道真转性了？2次下来，萧何都这样，江晚清觉得怪不可思议的，但又有点感慨。哎，萧何要是一直这样安安分分的，不吵不闹多好。他和萧何也算是同甘共苦，他们俩一起白手起家打拼出来的这一切，感情自然非比寻常。但萧何真的太自私，占有欲太强了。自从创业成功后，萧何就跟着了魔一样，不允许他的身边出现任何一个异性。可能吗？他如今好歹是个有头有脸的女企业家，应酬肯定是少不了的。一开始他的确明确拒绝过那些人，可时间久了，他发现大家都一样，他只是犯了天底下所有女人都会犯的错。而他比那些人更好一点的就是，他只找了一个，那就是许嘉年。是萧何不依不饶，把他越推越远，最后逼自己提出离婚的。要是萧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他们根本不会走到这种地步。江晚清心里想，毕竟他和萧何10几年的感情，那时候2个人共吃一碗盒饭，他为了自己多吃一点，撒谎说自己不饿，还把肉全部挑出来给自己。夏天的地下室像是一个闷热的火炉，燥得人睡不着。萧何给自己扇了一晚上的凉风，后来更是努力攒钱，不仅给自己买了一个戒指，还换了一个小型的电风扇。他和萧何其实是有很多甜蜜和共同的回忆的，江晚清不忍丢弃，而他更相信这些事情萧何也放不下，所以他十分肯定，这一次萧何提出离婚要见面的要求，肯定又是他的某种手段。他怎么舍得离婚？江晚清不信。直到周一，他见到萧何，才发现萧何答应离婚的话是真的。萧何当时叫住他的名字，他转头看去，第一眼感觉便是才半年不见，他怎么憔悴成这样？萧何以前还有点肉肉的脸上，此刻下颌骨清晰明显，
简单的白 T 恤更是衬得他身形清瘦单薄。他没好好吃饭吗？江晚清皱眉担忧，一抹心疼不由自主的浮现。但他还没来得及问，萧何就说自己等他开会结束等了2个小时。他根本没开会，但他也明白是谁要对萧何这样说的。他第一时间想的不是先责备许嘉年，而是想先好好看看萧何。他已经半年没见萧何了，即便萧何胡搅蛮缠，一遍一遍的消耗2人的感情，但江晚清还是发现，他最爱的人还是他。这种爱和对许嘉年的爱是不一样的。他对许嘉年，那是一时新鲜，而萧何，他是从灵魂深处的爱和心疼。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该给你的不会少。车子房子你可以随便选，如果你还有其他要求，可以提出来。借着萧何看离婚协议的功夫，江晚清的视线一定盯着萧何，他要好好看看他。他借口提出了可以答应萧何的其他要求，其实就是希望萧何的其他要求就是不离婚。但没想到，萧何只多要了一个他们曾经住的那套房子。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就结束了。不可能，萧何怎么会真的和自己离婚？一点其他的动作都没有，他应该还有话要对自己说的。江晚清盯着他，可直到萧何离开，都没有一句多余的话留给他。他和萧何就这样结束了。江晚清不相信，他迟迟没有把那份离婚协议交给律师。当天晚上，许嘉年做了烛光晚餐来庆祝这件事。他看着许嘉年一脸笑意的脸，只觉得无比烦躁和心寒。青青，那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啊？许嘉年牵着他的手，笑眯眯地问他。还不等他回答，许嘉年已经自顾自地憧憬起了婚礼。我要你车库的那辆玛莎拉蒂做头车，还有我爸妈亲戚，全部请过来。他看着烛光下许嘉年闪闪发光的眼睛，脑海里想的却是那年他和萧何结婚时的样子。那时候他们创业初期，真的好穷困潦倒。他问萧何要不要结婚的时候，萧何高兴地红了眼睛，他抱着自己又哭又笑。他们就这样花几块钱领了证，晚上兴高采烈地买了2瓶啤酒，坐在江边一边唱一边喝。后来萧何还是觉得结婚要有点仪式感，跑了大半个月的摩托给他买了个戒指。他那时候就想着，等自己有钱了，一定要给萧何补一个又大又豪华的婚礼。但后来也没补上，只拍了一套小小的婚纱照，还是他工作时抽了半小时空去拍的。再说吧，他突然兴致缺缺打断了许嘉年的话。许嘉年表情一僵，笑容渐渐隐没，盯着他。江晚清觉得心里烦，打电话喊了自己的闺蜜出来喝酒。青青，怎么没把你男朋友带出来？闺蜜疑惑发问。江晚清的男朋友指的就是许嘉年，丈夫则是萧何。江晚清不想回答，闺蜜凑到了她身边，笑嘻嘻的开口：青青，看我刷到了什么？你和你小男友耶？你们上热门了。迷迷糊糊的视野里，江晚清看见面前手机里自己和许嘉年的画面。我啊，希望5年前的江晚清能早点遇到许嘉年。视频里，她一脸深情温柔的看着许嘉年说道：什么鬼东西？5年前是他和萧何结婚的好日子，他和萧何感情好的不得了，怎么可能会想要遇到许嘉年？江晚清很快想起来，这是他某天带许嘉年出门逛街偶遇的一个街头采访。他只是随口一说，可这个视频已经有10几万点赞，占据了同城热榜第1。要是这样的话，萧何不是会刷到？不行，他不能让萧何刷到。萧何刷到该生气的。江晚清颤抖去抢对方的手机。谁发的？让他赶紧下了。快点！闺蜜被江晚清的怒吼声吓到，哆哆嗦嗦的赶紧去联系对方。但她刚点开对方的主页，便愣住了。青青，他又发了一条，补充的声音不安且小心翼翼。是萧何的。我是回来之后才知道自己的视频登上了热搜。时光胶囊博主发消息给我，说自己也没想到流量和影响会这么大。他在感谢我的同时，还希望能对我再一次进行采访。我没有回他，打开手机，正好刷到了营销号转发的：辜负真心的人要吞1000个针。天塌了，家人们，图书馆30秒还要上演到什么时候啊？
营销号极具特色的声音绘声绘色地描绘整件事情的起因。上周日晚7点，时光胶囊博主发布了自己的最新一条接彩视频。人来人往的大街上，博主随即抓取了一个路人采访：“帅哥，如果你有机会可以和5年前的自己对话，你想对5年前的自己说些什么？”视频里被当作路人的我直视镜头，声音漠然：“如果有机会，我想对5年前的自己说，萧何，别娶江晚清了，你会后悔的。”视频一经发出，立刻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。江晚清，这名字怎么这么耳熟啊？我也觉得好像在哪听过。你们忘了，博主上一次采访的那对情侣，好像女的就叫这个名字。卧槽，不会是同一个人吧？有瓜！在短暂的疑惑后，嗅到八卦气息的网友靠着自己敏锐的嗅觉扒出了我和江晚清的关系。在证实我口中所说的江晚清就是那个对5年前的自己说希望早点遇到许佳年的江晚清之后，网友们瞬间炸锅了。靠，还真是同一个，太抓马了！我去，还以为是纯爱情侣，没想到居然是渣女出轨小三，还早点遇见，你他妈怎么不早点去死呢？你说这话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你老公啊？小哥哥好可怜，实惨。如今视频底下全是对两人的讨伐谩骂。至于我，虽然没那么夸张，可手机里的信息和电话就像是爆炸了一样，除了一些想近距离吃瓜了解事情真相的，还有就是一些我和江晚清的共有的，我没有理会。但唯一一点让我意外的就是，这些如潮水般的消息和电话中竟然没有江晚清，真是奇怪。我如今摆了他一道，他竟然一点动作都没有，我感到不可思议。直到接到了房产中介的电话：“肖先生，你的房子出售情况遇到了点问题，能麻烦你回来处理一下吗？”我带着疑惑买了回去的机票，刚一下车就看见前几天给我打电话的中介，见我回来像看到救星一样：“肖先生，你可回来了，是你的妻子，她听说你要卖这个房子，死活不同意。”中介3言2语告诉了我情况，我被气笑了。我就说江晚清怎么没动静，原来是在这里等着我呢。我来处理吧。送走了房产中介，我打了电话给江晚清，他没接，我干脆直接找到了他的公司。不同于上一次，这一回前台问都没问，直接就请我上了楼。而之前接待我的那个小姑娘，这回更是毕恭毕敬的把我请到了江晚清的办公室门口。江总在里面等你。我看他一眼，倒也不是真的看他，而是视线掠过他，看向了角落里的许佳年。他好像降职了。我记得前几次来的时候，他的位置是距离江晚清办公室最近的一个。许佳年看见我，掩饰不住眼底的愤恨和怒意。如果眼神有实质，我毫不怀疑他会在我身上烧满洞。我没理会他，推门而进。看见办公室布局的一瞬间，我甚至有些恍惚。关于许佳年的痕迹已经被清除干净，这里一下子像是变回了最初的样子。江晚清坐在办公桌后面的老板椅上，趁着巨大的落地窗，他高挑纤细的身影显出几分疲倦和颓靡，显得格外落寞。也是，这段时间因为热搜的事情，江晚清公司的股价受到影响，跌了好几个点。他不头疼才怪，但是那又关我什么事？如果没记错的话，这套房子你答应给我了。我径直走向江晚清，开口质问。听见声音，江晚清抬眸，目光深深。萧何，后悔是什么意思？他答非所问，更是弄得我一头雾水。但很快我明白过来，他问的应该是那条视频里我说的话。当博主问我你想对5年前的自己说什么的时候，我的回答是：萧何，别娶江晚清了，你会后悔的。而5年前，我和江晚清领证时，他红着眼眶含泪问我：萧何，娶了我，你会不会后悔？那时候我的回答是：不会。如今江晚清竟然反问我的后悔是什么意思？你不明白吗？我不由感到可笑，冷静反问，像是被我脸上的嘲讽刺到。江晚清脸色一片煞白，他从椅子上起身走向我，
每一步都好像有点艰难。可我没有后悔过，萧何，我从来没后悔和你结婚。你怎么能后悔？你以前不是说你不会后悔的吗？他像5年前一样红了眼睛，漂亮的眼睛里泪水像是透明的珍珠一样滚落。以往看见他流泪，我会无比心疼，可这一回我不会心软了。你也说了，那是以前，人都是会变的，不是吗？这一点还是江晚清教我的。如今回旋镖刺在他的身上，江晚清怎么反倒不能接受了呢？江晚清目光受伤的直视我，他似乎想从我眼底寻找到什么，没找到。他眼神颤抖，握住我手臂的衣袖追问我：萧何，你做这一切都是因为你还在生气，对不对？你心里有我，才会故意说那些你还是爱我的，对不对？他一脸问了2个对不对，眼神殷切地观察我脸上的表情。可我十分平静，甚至在听见他的问话，还皱了皱眉。哎，那是什么东西？都签离婚协议的2个人了，还能有什么爱？哦，我以前是爱过江晚清，可他不是亲自把他弄丢了吗？我眼底嘲讽。我没有，萧何，我没有，我是爱你的，和你说离婚的话都是气话，我从来没想过和你离婚。江晚清大声辩驳道。他突然紧紧地抱住我，一遍一遍地重复着，他想要得到我的回应。毕竟以前我们的每一次拥抱都是格外有力的。可自从江晚清和许嘉年在一起后，我已经记不清和江晚清的上一次拥抱在什么时候了。江晚清没有得到我的回应，他松开手，也只看到我冷淡的眼神和表情。江晚清开始慌了，他握着我肩膀的手在颤抖出汗。萧何，你不能跟我离婚，你要是敢跟我离婚，你1分钱也别想得到。还有你妈妈，我不会再给医院1分钱，她会死的。江晚清威胁道。他看似凶狠冷漠，可依旧掩盖不住语气和声音里的颤抖慌张。我抬眸，平静且冷淡的直直望进他的眼底。江晚清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我妈妈去世了。在我们分居期间，我发消息给她，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她就把我拉黑了。江晚清，你说的话根本威胁不到我。我要是在乎钱，当初你一无所有的时候，我不会义无反顾的和你在一起。可我心里依旧很恨。他忘记了我们的感情，也忘记了当初我妈对他亲同母女的贴心照顾。江晚清不仅对不住我，他还对不住我妈。办公室室内死寂一片，我眼睁睁地看着江晚清本就苍白的脸色一点点变得灰暗，他眼底的情绪像是被冻结了一般，震惊、错愕、不可置信，各种复杂的情绪杂糅在他的眼底。怎么会？他呢喃道。我提醒他，你已经2年没去看过他，自然不知道。可怜我妈死的时候还在念叨着我和江晚清，而我只能一遍遍忍着眼泪安抚欺骗，告诉他江晚清在忙工作，等他忙完就会来看您了。我妈的死倒也不是意外，不过是油尽灯枯，回天乏术。我亲自签下了放弃治疗的单子，握着他的手，看他静静地陷入沉睡，再也没有醒来。我一个人冷静地处理了他的后事。结束之后，又不期然看到了江晚清和许嘉年的那条视频。我其实一直都想和江晚清离婚的，因为我不想看着自己眼睁睁地成为一个陷在感情里的疯子，而我妈的死是压死我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江晚清啊，江晚清啊，你又怎么会知道？从你犯错不肯回头的那天起，我们就已经进入了倒计时。江晚清身形猛地晃悠，他后退2步，几乎要站不稳。我看着他，不忘提醒道：你要是有点良心，就放我一条生路。如今和你在一起，每一分每一秒都让我窒息无比。我离开了江晚清的办公室，这场谈话不是多愉快，好像气氛都通过缝隙弥漫到了外面。等我出来的时候，大家大气不敢喘，恨不得将自己埋在地缝里。唯一一个敢有动静的，就是许嘉年。他气不过，3两步跟在我身后追上我的步伐。萧何，你狗东西，现在你满意了？毁了青青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他质问我，语气里满满的都是不甘和打抱不平。我听见他的声音，只觉得聒噪，于是又一拳揍在许嘉年的脸上。蠢货，
但凡你有点本事，让他早点跟我离婚，他都不至于背上出轨和渣女的名号。我嘲讽道。许家年捂着脸，我提醒他，还有，对我说话客气点，毕竟我还没和江晚清离婚呢，小心我让江晚清追回在你身上花的钱。他才不会，现在这情形，你要不要试试？我主打一个气死人不偿命。许家年敢怒不敢言，只能恨恨地瞪着我，看着我离开。没了江晚清从中作梗，我的房子卖得很快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巧合，卖房子那天刚好就是我和江晚清离婚冷静期到期那天。那天和江晚清分开之后，本来我还以为他又会耍什么手段不肯离婚，没想到他竟然真的出现在了民政局。我们顺利领了离婚证。在这之后，我又马不停蹄的赶去别墅那里签了卖房子的合同，一连2件事情都顺利，我心情终于舒爽了。但我前脚一走，后脚中介就又打电话给我。肖先生，虽然有点不道德，但我还是想告诉您件事。什么？您的妻子？哦，不，您的前妻，在你刚走之后突然来了。她拉着刚刚买我房子的那个客户，死活闹着求人家把这套房子再转卖给他。那客户不同意。江晚清现在正在纠缠人家。我心生烦躁，赶回别墅，正好看见江晚清正从清洁工手上抢东西。刚刚签合同那个客户已经不见了。中介惋惜，肖先生，你来晚了，你前妻宁愿加价3倍都要买回来。算了，左右房子已经不是我的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我也不想管这件事。但就在这时，我看清楚了江晚清从清洁工手里抢回来的东西，是他当初和我一起补拍的婚纱照。江晚清，萧何。江晚清看见我，眼底一亮。你看，我把房子买回来了，这些东西我都会找回来的。他迫不及待地向我展示着，但话音未落，我手里的车钥匙就已经滑向了他身后的婚纱照。滋啦一声，我将自己的照片撕下。江晚清惊愕地睁大眼睛，脸色苍白，他难过又悲痛地看着我，眼底的泪就这样猝不及防地落了下来。我面色冷漠，透过别墅的落地窗看见玻璃上反射的这一幕，突然觉得十分熟悉。当然熟悉，曾几何时，我也是这样卑微地祈求江晚清回头。而如今，真是天道轮回，报应不爽。别自作多情了，江晚清，你这样只会让我恶心无比，烦不烦？那天之后，我的日子恢复了平静。虽然一个人孤单，可从过往中抽离出来，就像压在头顶的乌云，在一瞬间散开，云开月明，每一天都阳光明媚。1个星期后，我又见了一次江晚清，是在酒吧。离婚后，他日夜买醉，我俩的共友将劝和的信息和电话打到了我这里，来一个我拉黑一个，到最后世界终于安静了。那次偶然遇见，江晚清又在喝酒，许家年突然出现，青青，他飞快地扶住醉酒的江晚清。我找了你好久，你去哪里了？许家年伤心难过的控诉埋怨，你不要再为了那个男人这样了，不值得。青青，我们回去吧，你还有我。滚！江晚清用力地推开许家年，他是我老公，我只要他，难道要你这个小白脸吗？也不知道是哪个字眼刺激到了许家年，他不可置信地僵在了原地。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们2个。再后来，我就听说许家年被江晚清开除的事情。不仅如此，江晚清还追回了在许家年身上花的每一分钱。许家年没想到江晚清会这般绝情，最终愤恨离开。但3个月后，我就接到了警察让我去认尸的电话。他说，在曾经我卖掉的那栋别墅里，发生了一起凶杀案，死者正是我的前妻和许家年。江晚清无父无母，在这世上唯一有亲密联系的人就是我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有些唏嘘和感叹，但到底出面还是处理了他的后事，随后将他的骨灰撒入山间海底，再无踪迹。全文完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故事，喜欢就订阅吧。